创造生命的奇迹把相信的力量作为主要的力量。根据赛斯的教导，人类可以透过信念的力量创造出生命的奇迹。赛斯认为，信念是最基本的创造力量，它可以启发人们的想象力，开启无限的可能性，进而将潜在的能量转化为现实。因此，当人们相信一个事情时，他们的信念就会成为一种能量，进而影响他们的行动和生活，创造出生命的奇迹。例如，当一个人相信自己可以成功时，他就会付出更多的努力，进而实现自己的目标。当一群人相信和平可以实现时，他们就会团结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因此，赛斯的教导强调，信念的力量是无限的，只要人们相信，就可以创造出生命的奇迹。学会参考别人的意见，最后决定的是自己。赛斯的教导强调个人的自由与自主，认为人类具有自主的思考与决策能力。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寻求自己的真相，并且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他建议人们应该参考别人的意见，但最终的决定应该由自己做出。他相信每个人的内在智慧和直觉都能够指引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心灵的潜能开发，可运用假装的方法扩大自己的世界观。赛斯的教导中确实有提到假装可以帮助我们扩大自己的世界观，这是因为当我们透过假装来想象、探索不同的可能性时，我们的心智会更加开放，并且能够脱离固有的框架和限制。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他人和世界，并有助于我们的成长和进步。然而，赛斯教导也强调，假装不是指虚假或欺骗，而是一个真实的、创造性的过程，让我们能够更加接近我们的内在自我和创造力。找回小孩子的心，在你出生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历史了。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赛斯的教导中的某些想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自我，这个自我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非常显著，但随着成长逐渐被压抑或遗忘了。这个内在的自我是纯粹的、天真的、充满想象力的。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认为我们应该找回小孩子的心，重新与我们内在的自我建立联系，进而拥有更加丰富的体验和更大的潜能。你的能力跟着你的信念而来。赛斯的教导强调人们的信念系统对于塑造个人能力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们的信念系统会影响他们所能够了解、接收和表现的事物，而且这些信念会影响他们在人生中所遇到的经验和情况。因此，赛斯认为如果想要开发自己的能力，就必须先了解自己的信念系统，并且有意识地转化那些可能阻碍个人成长和发展的信念。他认为，当人们将自己的信念系统转变成更积极、更宽广和更具弹性的形式时，他们的能力就会跟着改变和扩大。心灵会预先知道未来并提前做准备。赛斯的教导中确实有强调到人类的心灵可以预先知道未来并提前做准备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的心灵不仅仅是局限在物理的身体之中，而是一种非物质的实体，可以接收到更广阔的资讯和能量，透过灵性感应或灵感等方式，可以提前感知到某些事情的发生，并能做好相应的准备。赛斯也强调，人类的信念会影响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期望，进而影响到未来的发展和结果。他认为，人们可以透过调整自己的信念和思想模式，改变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创造更美好的现实。所有的心灵都是相通的。赛斯的教导中的确强调了心灵之间的相通性，或者说是心灵的互动性。例如，在赛斯另一个现实的自我一书中，赛斯表示每个人都是心灵独立的部分，但同时也是整体心灵的一部分，而且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心灵互动来了解自己和他人。他还说，我们通常只是关注了肉体，但其实我们是心灵先生，而我们的肉体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物质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意识和意念的互动，与他人共享信息和经验，建立更深刻的互动和连接。运用有意识的焦点启动无意识的力量。
赛斯的教导认为，我们的无意识拥有无穷的力量，但它需要有意识的焦点才能被启动。透过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目标上，我们可以引导无意识的力量来达成我们想要的结果。例如，当我们想要完成一个目标时，我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并相信自己可以达成它，这样就能启动无意识的力量，帮助我们实现目标。任何错误都有它的正面价值意义。赛斯教导认为，任何错误或挫折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是探索自己及世界的一种方式。他认为，人类在生命中犯错是必然的，但是这些错误是要用来学习和成长的，而不是用来惩罚自己或他人。因此，赛斯鼓励我们从错误中学习，从而让自己更好的成长和进步。他认为，任何错误都有它的正面价值意义，只要我们能够学会从中吸取经验并不断进步，就可以转化为对我们有益的经验。